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有的人曾经这样说过，婚姻就像是一瓶酒，喝第一口的时候格外的努力，但是接着再喝，就会有一种习惯了的麻木。然而偏偏就有人能够把这瓶酒喝出这样的味道。夫妻生活是两性结合的必然现象，夫妻生活的和谐对夫妻双方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。而经历了爱情滋润的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往往会容光焕发，精气神十足，皮肤光滑水嫩有弹性，仿佛年轻了10岁。这主要就是夫妻生活对于女性的美容养颜作用。夫妻生活，不同年龄段的人有着不同的需求，过多性生活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的后果，过少的话也是一样。那么女人到了中年以后，到底几天一次才更和谐，更有好处呢？夫妻两个人想要维系好关系，使两个人更加的亲密，使整个家庭更加的和睦，适当的夫妻生活自然是少不了的。而且这也是解决两个人之间正常生理需求的一种方式。到了中年之后，女性自身开始衰老，体内的激素也有着明显下降的这种变化，所以说很容易会出现暴躁的情绪。而适度的夫妻房事，刺激自身激素分泌的时候，也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放松，不仅能使自己睡得更加香甜，也可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年轻一些。所以医生建议，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每隔4天左右进行一次夫妻房事，1个月7次左右，不仅不会让身体太过于疲惫，而且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夫妻感情。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好奇，自己进入了绝经期，还能够进行夫妻房事吗？确实，女性绝经之后自身的衰老速度会加快，而且这个时候卵巢衰退，也会使得自身的雌激素分泌减少。因为缺少了雌激素，所以说子宫会开始萎缩，所以说自身的生理需求难免会降低，这就会使得夫妻2个人认为进入绝经期之后就不能进行夫妻房事了。其实在绝经期，女性也是能够进行夫妻房事的，而且适当的进行还能够增强体质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体上的一些不适，还能够提高我们在绝经期的睡眠质量。而适度合理的夫妻房事也应该选择一个好时机。相关的研究调查发现，人在开始衰老更需要夫妻温存，这个时候选择早上或许会更好一些。这是因为我们在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之后，早上的时候往往是精力比较充沛的，而且身心状态比较好。适当的进行夫妻房事，也能够使2个人的状态调整得更好，这样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若是女性朋友们到了中年之后，也面临着情绪不稳定、多疑的这些问题的话，不妨和丈夫做好沟通，适当的温存，也能够促进感情，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。在婚后漫长的岁月当中，每个人都曾经问过一句话：如何才能够让夫妻之间一直保持着对彼此的热情？其实真正好的婚姻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新鲜感。而这其中最重要的，恐怕就是仪式，无论是对方的生日也好，或者是重要的节日、纪念日，都要记得打造出只属于2个人的空间，好好的回忆一下过往。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，就像是一条坚韧的线，那样会把你们从恋爱到结婚之后所有的回忆，像是珍珠那样全部都串联起来，编造成一条闪耀的项链，挂在夫妇2个人的心头。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这3对结婚10多年仍然恩爱的夫妻是怎么做的。第一对夫妻张小丽和她的丈夫有一个约定，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必须聊天，
聊10分钟，而且要拥抱着彼此来做这件事情。自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，他们都会坚持下来。就算是今天已经累到极点了，或者是刚刚吵了很大一架，把盘子都摔坏了，只要一躺在床上，却还是要抱住对方。虽然在婚后10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们也曾经觉得平淡或者有过很剧烈的争吵，然而就是靠着这份小小的仪式，才让他们一直对彼此抱有一份热情和新鲜的感觉。第2对夫妻王生结婚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，他每天下班都会给老婆带一束花或者是一份小礼物回家，并不需要特别的贵重，可能是在路上看到热气腾腾的烤地瓜，或者是超市里刚刚推出的新品，而妻子也是这样做的。所以有很多的男人到了中年之后就不愿意提早回家了，因为在家里面实在是太嘈杂了，总觉得压力很大。但是他却没有这样感到，非常期待老婆今天会给他什么样的惊喜。第3对夫妻陈红当初跟老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约定好了，每个礼拜一定要有一天2个人独处的时间。生了孩子之后，这件事情要维持下去，并不是特别的容易，不过他们还是坚持做到了，而且也得到了父母的体谅。每周的这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隆重的，2个人会刻意把自己打扮得很体面，然后一起出去下个馆子，或者是看场电影，因此那种新鲜感在结婚10年以后反而越发的浓烈。婚姻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你如何去对待另外一半，他也会怎样的回馈给你。在一段关系里面，最怕的就是敷衍。当我们和这个人相处久了，就已经懒得去应付对方，反而更愿意把自己的耐心留给别人。所有经历过婚姻的人都会明白，真正导致一段关系结束的，并不是争吵，而是从你懒得跟对方问好，懒得跟对方说话，这些小事上面逐渐变质的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开始无聊，那首先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变得更无趣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